2022年世界杯，美国对伊朗，那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只要赢，美国队就能晋级淘汰赛；但是输了，他们就要提前回家。第38分钟，麦肯尼挑传，德斯特头球摆渡，普利西奇从中路高速插上。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撞上门将，但他没有停。下一秒球进了，美国队1-0领先。而普利西奇整个人也重重地撞在了伊朗门将的身上，倒在球门前，痛苦的几乎站不起来。他后来被换下，被送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骨盆挫伤。很多球员的一生会被一个进球定义，但普利西奇这颗进球更像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输赢。他总是在美国足球最需要他的时候被推到最前面，他也总是在所有人期待他拯救一切的时候付出自己的代价。所以，如果只用一句话概括普利西奇，可能不是美国最强的球员，而是他是一个被美国足球提前推上神坛的人。他很早就成名，很早就登陆欧洲，很早就被称为美国足球的希望。可问题在于，一个球员被叫做希望的时候，他往往还没有准备好承受所有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美国队长普利西奇，一个从美国小镇走到多特蒙德、切尔西、AC 米兰的边锋。普利西奇出生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地方更出名的不是足球，而是巧克力。他的父母都踢过大学的足球，父亲马克·普利西奇还踢过室内职业足球，后来也做过教练。所以普利西奇并不是那种横空出世的足球少年，从小到大，足球一直都在他的生活里。只是美国足球的环境和欧洲完全不同。在美国，一个孩子如果踢得足够好，可能会成为同年龄段里的明星，他往往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得到更多的照顾，并被视为球队进攻的核心人物。但在欧洲，尤其像多特蒙德那样的青训环境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那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曾经是家乡里最好的孩子，你不是队里的唯一天才，你必须每天去证明自己，接受更高强度的训练。普利西奇后来自己也说过，他能够16岁去德国训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克罗地亚血统带来的欧洲护照。如果没有这本护照，他可能要等到18岁。而对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16岁到18岁这2年可能就是职业生涯最关键的窗口期。这也是普利西奇故事里第一个真正改变命运的细节。那本欧洲护照让他比很多的美国孩子更早的看到了真正的欧洲足球。2015年，普利西奇加入多特蒙德，那一年他还不到17岁。很快，多特蒙德就发现普利西奇并不只是来体验欧洲足球的。他在青年队表现非常出色，很快就被带到一线队训练。2016年1月30号，多特蒙德对阵英格尔施塔特，普利西奇替补登场，完成了一线队首秀。那时候他只有17岁。很多美国球迷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美国的球员也可以这么早的站上德甲的舞台，而且不是边缘联赛，不是过渡的球队，是多特蒙德，是欧洲最会培养年轻人的俱乐部之一。随后，他打进了德甲首球，成为当时德甲历史上最年轻的非德国籍进球者之一。他又在欧战里亮相，在多特蒙德逐渐获得机会。这时，天才这个标签才开始贴到他的身上，但这个标签对普利西奇来说其实非常的复杂，因为在德国，他只是多特一批年轻球员中的一个，他必须要争取位置，学会耐心，也不可避免的经历失误。但在美国，他早已被赋予了不同层面的意义。美国足球终于等到了一个能在欧洲豪门踢上球的孩子，于是他不再只是普利西奇，他开始代表一种想象：美国足球能不能真正的走进世界的中心？美国能不能培养出属于自己的顶级球星？很多时候，外界对年轻球员的期待并不会循序渐进的增加，而是一下子全部落在他们身上。普利西奇正是如此。当他还在学习怎样成为职业球员的时候，美国足球已经开始把他当成未来的象征。而真正让这种压力变得沉重的是2017年。那一年，美国队冲击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失败，最后一轮美国输给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最终无缘世界杯。这对美国足球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但对普利西奇来说，打击可能更深，因为那一年他还不到20岁，可他已经是美国队最被期待的球员。赛后更
室里，普利西奇哭了。这一幕意义非凡，因为这并非一个普通年轻人在失利后的沮丧，他更像是一个孩子第一次发现自己背上的东西远比想象中的更加重。他不是输掉了一场比赛，他是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当一个国家把你称为未来时，失败也会被放大成一个国家的失望。这也成为了普利西奇职业生涯中最早的一次沉重打击。时间来到2019年，一个更大的舞台出现了。2019年1月，切尔西以6400万欧元从多特蒙德签下普利西奇，并让他先租回多特蒙德，赛季结束后再正式登陆英超。这笔交易是当时美国球员历史级别的转会，20岁切尔西高额的转会费，美国头牌，所有关键词放在一起，看起来像是普利西奇职业生涯加速通道。但有时一次重磅转会带来的并非解放，反而是更沉重的身份负担。切尔西买下的不只是一个边锋，还有美国市场期待，还有多特蒙德少年成名的履历，还有人们对他的想象。他是不是美国足球第一个真正的巨星？但英超并不会因为你经历特别就对你多几分宽容。在切尔西，普利西奇一开始并不轻松，他要适应新的联赛节奏，要面对更激烈的身体对抗，要在不断变化的阵容里寻找位置。但是他并不是没有高光时刻。2019年10月，切尔西客场对阵伯恩利，普利西奇上演帽子戏法。那场比赛之后，很多人觉得他终于要在英超打开局面了。而且在19到20赛季的后半段，尤其是英超联赛恢复之后，普利西奇确实有过一段非常亮眼的时期。他能突破，能制造杀伤力，能在狭小的空间里改变比赛节奏。那时候他看起来真的有机会成为切尔西前场最重要的球员之一。但问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普利西奇在切尔西的经历总有一个特点难以忽视，就是缺乏连贯性。他时常能打出亮眼的表现，却难以持续稳定。他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光时刻，但始终难以长期占据主力的位置。刚刚找回比赛的感觉，伤病就可能让他节奏再次中断。好不容易重回阵容，球队却可能经历换帅、战术调整或竞争格局的变化。对一个边锋来说，最怕的不是没有能力，最怕的是每一次快要成型的时候，又被迫重新开始。普利西奇在切尔西那段时间，始终在这样的循环中打转。闪光之后，伤病随之而来。刚刚回归，又要重新争夺位置，转难回升，却不得不再次等待机会。他不是失败者，但他也没有真正变成切尔西不可替代的那个人。2021年，切尔西赢得了欧冠冠军。欧冠半决赛面对皇家马德里，他成为第一位欧冠半决赛进球的美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决赛面对曼城，他替补登场，又成为第一位出战男子欧冠决赛的美国球员。最终，切尔西1-0击败曼城，拿下冠军。从荣誉的角度来看，这是历史性的，美国球员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真正站上欧洲俱乐部足球的最高舞台。但从普利西奇的个人处境来看，这个冠军又很矛盾，因为他没有彻底改变他在切尔西的位置，他赢下了欧冠，进入了美国足球历史，可在切尔西，他依然不是那个不可替代的人。2020年7月，AC 米兰官方宣布签下普利西奇，合同到2027年，并带有续约到2028年的选择权。这笔转会不像当年去切尔西那样轰动，但对普利西奇来说，他可能更重要，因为他终于摆脱了必须拯救一切的标签，重新回到了一个更清晰、更实际的角色，一位边路球员，一个进攻端的参与者，一个需要在前场完成得分、推进以及串联任务的球员。有时候期待降低并不是坏事。对普利西奇来说，米兰给了他空间，他不需要每场比赛都证明美国球员是否要成功，他只需要证明自己还能不能在欧洲豪门踢出稳定的表现。结果他真的做到了。2023年8月，意甲首轮，米兰客场对阵博洛尼亚，普利西奇完成意甲首秀，并且打进了一球。那一刻，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他来到米兰不只是换了个环境，而是真正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在米兰，他更多出现在右路，他可以内切，可以和中路球员配合，可以进入禁区完成终结。相比英超，意甲给了他更多的观察空间，也给了他更多技术处理的时间。当然，意甲并不轻松，这类防守更讲究位置，更讲究限制空间。但正因为如此，普利西奇的节奏变化，第一步启动，最后一脚处理，反而被更清楚地放大出来。23-24赛季，普利西奇在米兰踢出了加盟以来最稳定的表现。到了第二个米兰赛季，他在各项赛事打进了16个进球，并送出了11次助攻。教练希望他在右路承担推进任务，在关键区
区域做出判断，并在机会来临时完成终结。这些要求看似不复杂，但正因为清晰具体，反而让他比赛更加干脆，也更具效率。他逐渐把注意力放在每一次触球和每一次跑动上，而不再被那些模糊的期待所牵制。当目标变得清晰，他的发挥也逐渐趋于稳定。这大概就是他在米兰最关键的转变。他只需要成为一个更成熟、更稳定，并且更懂得如何做出选择的自己。当然，普利西奇在国家队的角色始终无法被淡化，因为他始终是美国队最具代表性的那个人。美国队长这个外号听起来很风光，但他从来不只是掌声，也是负担。从2017年无缘世界杯到2022年对伊朗制胜球，再到2026年美国的本土世界杯的压力，普利西奇一直站在美国足球最核心的位置。他不是美国足球历史上唯一伟大的球员，在他之前有多诺万，有邓普西，有很多为美国队打开道路的人。但普利西奇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成长轨迹几乎始终和被关注绑在了一起。他在欧洲的每一次进步都会拿来讨论美国足球的上限，而当他的状态起伏时，这种讨论也会迅速的转向质疑。于是他职业生涯很少只是关于个人的表现，更多的时候他被不断放大，成为了一种关于美国足球的投射。这对任何职业球员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考验，更何况普利西奇本身并不是那种性格外放、喜欢张扬的人，他不会通过夸张个性来吸引注意力，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球场上用一次加速、一次内切、一次射门来回应所有的声音。今天再看普利西奇，他已经不是那个刚到多特蒙德满脸青涩的美国少年，也不是那个带着天价转会费来到切尔西必须立刻证明自己的年轻边锋。他更像是在经历了期待、伤病、质疑与重新出发之后，才逐渐找到属于自己踢球方式的人。这或许才是普利西奇最真实的成长经历，不是从天才变成超级巨星，成为大家希望成为的球员。这就是普利西奇的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请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故事再见，拜拜。